我们来修一个美的的板子啊，这个板子是一个网友寄过来的啊，35的板子 BP3N 啊，这个板子它也没说是什么故障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灰尘特别多啊，还没有修过。然后我接上了压缩机，接上传感器啊，我们现在来开机试一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检测仪已经连接上了啊，数据读到了，说明这个通讯没问题啊。这边小白也接着啊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检测仪来启动啊。我们看这个压缩机，转不转啊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灯在闪啊，报了个故障啊。这边报的是 P4 压缩机内保护啊，这边报的是 P43，那说明这个外机这个模块这块电路有问题啊。大家可以看啊，它这个啊，我先把电断了。它这个板子，它设计的时候，这个驱动这一块啊，这下面打的有这个胶啊，搞不好就是这个胶引起的啊，下面有电阻，容易损坏啊。我们把这个胶把它处理掉了之后，我们来测一下6路驱动电阻。好，有点这个小尴尬啊，把这个胶除了之后呢，发现下面没有驱动电阻啊。把灰一刷呢，发现这个驱动电阻呢在这一块。然后现在我们怎么测呢？我们不去测这个排阻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对地测阻值的这个方法啊，我们来分别测这这个6路驱动对地的阻值啊，因为这是6路应该是均衡的啊，如果是一样的话，那么证明没有问题；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是证明哪一路驱动有问题啊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大家看着万用表，我来测一下啊。我们首先测其中的 UVW 啊，578啊，我们再测另外一路 W 577差不多 ，V 项577差不多。我们刚才测的应该是上桥啊，我们现在测下桥。V 项，好，这个就不正常啊，这个是26啊。我们再测 U 项570多 ，W 项570多啊。像通过这样一测呢，我们就测出这个下桥的 V 项啊，它这个驱动有问题，是有点短路，到底是模块的问题呢，还是其他的问题呢？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查了。好，我们刚才测了一下，就是这一项啊，这一项对地短路，这个 VN 啊这一项，这个我看了一下呢，这边就是一个模块啊，模块这里呢对地有一个电容啊，那么我们测这个电容两端肯定是短路的啊，因为我们刚才测的这里到地啊，也就是电容的这两端，我们可以测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现在测电容量端啊，也是这个26。啊，为什么说是靠模块这边有问题呢？刚才我测了一下啊，这个100欧的电阻，靠这边的话就是刚才测的这个26，我们跳到这边来呢，就是比26要大一些，说明这个短路是从这边引起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，唯一的就是希望是这个电容有问题啊，不需要模块坏啊。我们把这个 C316啊，就是第3个电容，中间这个电容把它拆掉，我们看还短不短路。很遗憾，把这个电容拆了之后，这一项还是对地短路啊，那么就是模块问题了。这就是要换模块的节奏啊！啊，这还是26、27。那么现在我们只能换模块了。我靠，差点误判了啊！刚准备拆模块呢，冷静的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模块啊，这个角脱开了再测一下看啊，因为它这里看到没有，这里还有一个过孔，说明它另外一端还有电路啊，不只是这个电容和这边这个电阻，它应该对地还有一个10K 左右的一个下拉电阻啊。果然，我把这个模块这个角把脱开之后呢，再亮这个焊盘这里呢，还是对地短路啊，这还是短路。但是我在测这个单独测这个角和地呢，就已经不短路了啊。你看现在就不短路了。那现在只能把这个板子拆下来啊，它这里有个过孔，看那边有个什么电路。这个板子拆下来之后呢，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这个电路啊，这边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电路。然后又重新仔细的测了一下，以确定这个模块是不短路的啊，短路的是这个线路短路。但这个线路呢没有其他的东西了，电容测了，模块断开了，这个排阻我刚才也测了，100欧是正常的，
靠 CPU 这边呢对地是147欧，这个靠模块这边呢是47欧，那说明不是这个 CPU 这边引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边的组织小嘛，那么有可能是不是因为这边这两个排组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是6路驱动啊，6路驱动什么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有2个排组啊，一个排组的是4个100欧的电阻啊，这1路、2路、3路、4路、5路、6路，刚好它这个短路的这一路的就是啊，它就说2个排组一共是8个100欧的电阻，但是它最后2个电阻没用，是直接接地了。刚好的短路的就是最后这个第1、2、3、4第6路啊，这一路它挨着这2个接地的，我现在就是怀疑这个排组漏电。啊，内部漏电啊，这个排组它是单个的100欧100欧啊，它这样刚好这2个排组是接地，然后这个是靠着这接地的这一个，我怀疑是这个排组漏电引起短路的啊。现在是把这个排组干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排组拆掉了啊，我们再反过来测这里啊，现在我们把它怼在一起测啊，看还短不短路。现在这个组织就正常了啊，不短路了啊。可能刚才没给大家说明白啊，我画个图给大家说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啊。大家看啊，这就是刚才2个排组啊，它就是把4个电阻啊做在一起了啊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电阻啊，这是一个电阻，这是一个电阻啊，一共是4个电阻，它是用了2个排组，就是8个电阻啊。这个电阻每个之间呢它是不相关的啊，但是它这个驱动呢它只用了6路，所以说只需要6个电阻。从这里1、2、3、4啊5、6，它后面2个电阻呢就不用，但是不用了，它把两端呢这2个电阻两端呢是直接接地了。那么刚好我们测的这个短路啊，这个驱动短路就是这个第6个，它刚好挨着第7个啊，就它这个排组中间呢，它可能这个啊，这2个电阻之间漏电了，所以说造成了短路啊，就是这个情况啊。我们现在把这边2个电阻它反正都接地，我们就不要了，我们把这里用2个100欧的贴片电阻给它单独的装上去，我们再来实际。好，这2个电阻装上去了啊，大家看我这2个电阻装的有点奇怪吧？因为它这个引脚太密了啊，这个电阻平着装不行，我把这个电阻啊把它这样混着竖起来了啊，把它装上去了啊。这个一定要保证它和两边不短路，短路的话这个驱动就异常要炸模块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测一下这边的这个组织啊，这个模块我这里我焊起来了，刚才是这一块啊，这个 VN 对地不正常啊，我们现在测一下看啊。现在是577，那么我们测一下这个 W 项570G 啊，非常的标准啊，一模一样。那我们再来开机来试一下看啊，压缩机能不能启动？好，板子装好之后啊，我们直接通电。我现在直接接着这个压缩机啊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空调的压缩机直接来试啊。开机啊，现在好，压缩机启动了啊。问题就解决了啊！现在也不报故障了啊，不报 P4 故障了啊，压缩机也在工作啊，就是这个排组引起的啊。